欢迎收听《生命的光》，我们一起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世界。今天我们想跟你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有感的议题哦，就是怎么用圣经的智慧来转化那些，常常困扰我们的消极情绪呢？这个问题确实很贴近大家的生活。我们今天会根据你提供的这份叫做《转化消极情绪：基督教视角下的圣经智慧解读》的文章，还有一些相关资料，来深入看看，就是说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提供一个可以说是用完整又实际的方法来帮助你面对情绪挑战，促进心灵健康。我听起来很棒。感觉好像很多人会以为处理情绪大概就是靠意志力，硬撑过去就好。但这份资料听起来好像不太一样，给了更丰富的角度。对，没错，这就是关键点。文章特别强调，这不是单靠意志力的问题，它是一个根植于信仰的一个整全的方案。它很巧妙地整合了好几个方面，个人的信仰实践啦，群体生活的连结啦，甚至还包括了我们怎么看待、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整全方案，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有深度。那具体来说，有哪些来自圣经的智慧策略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好的，文章提了7项策略，而且蛮有意思的是，它涵盖了内在跟外在。比如说，不只是祷告啊、默想这些，它也谈到很实际的行动，像是第一个，改变环境。有时候离开一个会消耗你心力的环境，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就像圣经提醒的，滥交是败坏善行。也像耶稣他有时候会退到旷野去独处一样。哦，对，我记得路加福音有提到。对，就是那个意思。为了给内心腾出空间，好迎接神的平安。这很有道理耶。环境的影响，哇，有时候真的很大。那思想层面呢？负面想法常常很难控制啊。对，没错。所以转向思想就是另一个核心策略了。圣经鼓励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需要有意识的去用真理，用神的应许来取代那些负面的思维。不是去压抑它哦，而是转向，把焦点放在更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就像诗篇的作者在很低落的时候，他选择去回想神的作为。了解，用神的真理来更新想法。我还注意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户外运动也被提出来了。这个跟信仰要怎么连起来啊？在信仰里被看作是圣灵的殿，对吧？对。所以好好照顾身体，然后透过运动去接触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敬拜，也是一种回应神恩典的方式。它就不只是为了健康而已，还赋予了更深的属灵意义。哇，把运动看成是管家子分，这个角度很新诶。那除了环境、思想、身体，文章提了7项，还有其他的吗？有的，像是透过鼓舞人心的音乐来敬拜，提升心灵状态，还有回忆欢笑的时刻，这个其实是在操练感恩，以及呢积极的去鼓励朋友和善待陌生人。这些行动其实就体现了社群连结和彼此服侍的力量，能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还有神的爱上面。所以这7项，改变环境、转向思想、户外运动、鼓舞音乐、回忆欢笑、鼓励朋友、善待陌生人，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多元的工具箱。听起来这些策略好像不是各自分开的，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然后最终都指向一个更深的基础，是这样吗？正是如此。说到底，这些策略最终都根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身份，明白我们是蒙爱的，是被神接纳的，这个认知才是我们情感健康的那个磐石。耶稣来是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嘛，然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赐下那种超越环境的平安跟喜乐。这个连结很重要，这就带到了那段我们觉得特别需要跟你分享的核心信息，对吧？对，这段话我觉得总结得很好。在每种情绪中，我们被呼召顺着圣灵而行，让它引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与互动。这段旅程它不仅仅只是关于情绪管理而已，更是作为基督的大使。就像圣经说的，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在或许
有时候看起来幽暗的世界中去反射出它的光芒。愿这些来自圣经的洞察能赋予我们力量，去拥抱盼望、喜乐与爱，将那些消极的情绪转化为属灵成长和在地上发挥影响力的机会，见证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哇，这段话很有力量。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份资料里看到，转化消极情绪，它真的是一个结合了内在更新，像是更新思想啦、敬拜、感恩，跟外在的行动，比如说改变环境、照顾身体、关怀社群，这样一个整全的过程。它不是要我们自己孤军奋战，而是要根植在信仰里，依靠圣灵，并且在群体中去实践。没错，核心就在于我们要持续的去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并且学习去依靠圣灵的大能。最终的目的不只是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而已，更是为了属灵生命的成长，活出神儿女和基督使者的那个样式。说得真好。那么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的问题哦，在刚刚提到的这7项圣经智慧策略里面，改变环境转向思想、户外运动、鼓舞音乐、回忆欢笑、鼓励朋友，还有善待陌生人，这7项里哪一项是你觉得现在最需要，或者是最想开始在你的生活中尝试去实践看看的呢？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见喽。感谢收听，下次再见。